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飞升真相：10个项目8个优先，选她是平台宠儿还是昙花一现？2026年的春天，娱乐圈的造神速度再次刷新认知。当竹玉在 Netflix 全球周榜连续4周霸榜，当韩国、新加坡的街头巷尾都在讨论那位屠户女将军，田曦薇的名字彻底从甜妹天花板跃升为平台硬通货。近日，业内流传出一组令人啧舌的数据，编剧与制片人接触的10个 S 级项目中，有8个明确表示优先锁定田曦薇。在影视行业普遍开机冷静、片酬回调的当下，这种被平台抢着塞资源的待遇，无疑宣告了田曦薇的正式飞升。但在这场狂欢背后，质疑声也从未停歇：是真正的演技突围，还是古偶红利的最后一次收割？甜妹标签究竟是她的护城河，还是困住她的玻璃房？01数据狂飙，从性价比之王到平台亲女儿，田曦薇的这次飞升并非毫无征兆的爆发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性价比胜利。在行业寒冬，资方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据虎场娱乐观察披露，田曦薇之所以成为香饽饽，核心在于她惊人的投资回报率。回顾过往战绩，田耕记以中小成本撬动现象级热度，大凤打更人更是将 IP 改编的性价比拉满，2部作品的投资回报率均突破300%。对于平台而言，田曦薇意味着稳。它不仅自带基本盘，更拥有将普通剧本演成爆款的点金手。更令业内侧目的是它的职业态度。在多位合作制片人的反馈中，田曦薇并未因竹玉的爆红而盲目涨价，除自家公司项目外，片酬维持稳定。这种不飘的清醒，在流量艺人中实属罕见，直接让他成为了平台眼中的优质资产。如今，他的商务代言排期已至半年后，平台 S 加级剧本优先递送，这种众星捧月的场面，让人不禁想起2年前的丁禹兮。但田曦薇能否打破流量周期率，避免重蹈覆辙？02撕掉标签，屠户女将军的血汗突围。如果说数据是飞升的燃料，那么竹玉中的樊长玉一角，则是田曦薇亲手打造的登云梯。长久以来，大眼睛、齐刘海、甜笑是田曦薇的招牌，也是她的枷锁。大众习惯了她在偶像剧里扮演被保护的小白花，却鲜少有人相信她能扛起女将军的厚重。为了打破这一刻板印象，田曦薇在竹玉拍摄期间进行了近乎自虐的训练。据剧组透露，她不仅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屠宰场实地体验，学习杀猪、剔骨等硬核技能，更在拍摄中坚持负重上阵。剧中那些充满力量感的打戏镜头，并非替身代劳，而是他一次次摔打出来的成果。这种糙汉形象的塑造，成功制造了强烈的反差张力。当观众看到那张甜美的脸庞上沾满血污，眼神却凌厉如刀时，甜妹的标签被强行撕裂，取而代之的是可塑性的新认知。有资深剧评人指出，田曦薇的聪明之处在于，她没有完全抛弃甜的特质，而是将其作为底色，上面覆盖了冷与狠。这种甜冷交织的复杂质感，正是它区别于其他95花的核心竞争力。03争议漩涡，文化输出的宏大叙事与粉底液现实。然而，伴随着热度而来的，还有前所未有的争议。竹玉在海外市场的成功，让田曦薇及其团队将宣传口径上升到了文化输出的高度。他主动更新海外社媒，呼吁让世界看到中国内容。
这一格局之举赢得了不少官方媒体的点赞，但舆论场总是复杂的。部分观众和剧评人犀利指出，当我们在谈论文化输出时，我们到底在输出什么？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2点：妆容与设定的割裂。身为在屠宰场摸爬滚打的女将军，剧中妆容却依旧精致，被网友戏称为“粉底液将军”。这种古偶剧的通病，在文化输出的高帽下显得尤为刺眼。剧情深度的不足，有观点认为《逐玉》本质上仍是一部披着家国情怀外衣的爽剧，剧情逻辑经不起推敲，将其拔高到传播传统文化的高度，未免有些德不配位。这种宏大叙事与娱乐本质的错位，让田曦薇处于风口浪尖。支持者认为这是年轻艺人难得的格局，反对者则呼吁少喊口号，多用作品说话。04未来猜想，是飞升还是渡劫？站在2026年的节点，田曦薇的前路并非一片坦途。首先，待播作品是关键试金石，擒贼记、天才女友等储备项目风格各异。如果他能继续证明自己在非古偶题材中的扛剧能力，那么飞升将坐实。若再次回归甜宠舒适区，之前的努力恐将付诸东流。其次，行业环境的变数。影视行业的冷静期意味着容错率极低。一旦下一部作品口碑崩盘，平台的优先权可能瞬间转化为观望态。最后，国民度的沉淀。虽然数据亮眼，但田曦薇在主流奖项和国民认知度上仍有欠缺。央视春晚的亮相是一个好开始，但要想真正跻身一线，还需要更多具有社会讨论度的角色来加持。田曦薇的飞升是流量时代的一次典型样本，他用数据证明了商业价值，用角色展示了转型决心，但也面临着舆论反噬和行业周期的双重考验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我们乐见其成，但也保持清醒。真正的飞升，不是平台给了多少资源，而是当潮水退去，你还能剩下多少作品。田曦薇的下一站是成为真正的巨抛脸演员，还是沦为又一个昙花一现的流量符号？时间会给出答案。你认为田曦薇在《逐玉》中的表现算成功转型吗？她能否打破甜妹魔咒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